1697年10月，在布達拉宮紅宮4層的西大殿，一場重要的宗教儀式拉開了帷幕。14歲的倉央嘉措在這裡舉行坐床典禮，成為6世達賴喇嘛。這是紅宮建成後舉辦的第一場重大儀式。我們走的應該不是西大殿的正門吧？真是找不着北了。对，我們現在在大殿的東北角，按照規劃的遊客路線會順時針繞大殿四周的佛殿轉一圈，然後離開紅宮，結束參觀。把最精彩的建築空間留在最後呈現，就像是電影的高潮部分。是的。對於遊客來說這裡就是他們空間旅行的終點，但對於布達拉宮的紅宮來說這裡可是他歷史故事的開篇舞。令人期待。西大殿也叫西有記圓滿大殿，藏語叫措沁努斯西平措，它是紅宮乃至整個布達拉宮最大的殿堂，也是供奉5世達賴喇嘛的響堂。大殿的布局是依照佛教壇城的樣式建造的。殿內有44根方柱，其中8根特別粗大的柱子在大殿中央，撐起了更高的屋頂，代表佛教宇宙中心的須彌山。四面稍低的房梁分別塗成綠松石色、紅珊瑚色、黃色、珍珠白色，代表4大部洲。整個建築的木結構採用了藏式建築的最高規格，托木、斗拱、梁方、船木等層層疊疊，足足有17層，上面雕刻精美，彩繪貼金。關於建造紅宮的目的桑傑傑措在5世達賴喇嘛靈塔之中提到是為了供養上師，這裡說的上師就是達賴喇嘛。供養上師還有供養達賴喇嘛的靈塔和後世達賴喇嘛的雙重意思，說明紅宮除了供養靈塔之外，還想借助5世達賴喇嘛的威望，建造一座供後世達賴喇嘛使用的政治和宗教活動中心，並以此作為格魯派實力的象徵。難怪樓上有那麼多的寢宮了。所以在白宮東大殿舉行的重大活動，後來都改在這裡了。是的，在一些重要的宗教節日中，西大殿會舉行盛大的集會、跳繩活動。倉央嘉措的坐床典禮就是在這裡舉行的。你看，大殿西側中央就是6世達賴喇嘛的寶座。這應該也是在布達拉宮舉行的第一個坐床大典吧？是的。但9年後呢，倉央嘉措因為拉藏汗和桑傑嘉措的權力鬥爭被廢除了。有種說法說他就是從這兒被帶走的。所以從7世達賴喇嘛開始坐床典禮都改在白宮東大殿舉行了。永蓮出地，這是乾隆皇帝的字跡。對，這是乾隆皇帝賜給8世達賴喇嘛的御筆匾額。西大殿見證了倉央嘉措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直到最後落幕。如今，往事如煙，只有殿內的壁畫依然鮮豔如新。
向人們講述着這裡曾經供奉的先祖們的傳奇故事。和東大殿一樣，西大殿的四面牆上也布滿了壁畫。无量光佛、觀世音菩薩以及吐蕃贊普等大型畫像分別佔據了四面牆的主要位置。在這些主尊之間，按照五世達賴喇嘛傳的內容，用2215組連環畫描繪了五世達賴喇嘛的家族傳承和生平事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北角的15幅壁畫，生動地記錄了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我們回到剛進到西大殿的地方，這面牆上的主尊是松赞干布，周圍畫的就是五世達賴喇嘛1652年前往北京覲見順治皇帝的全過程。这組著名的壁畫原來在這裡啊！是的，差點擦肩而過。大多數人剛進大殿都會被這裡的空間吸引，特別容易忽略旁邊的壁畫。在東大殿的時候，我們已經聊過了五世達賴喇嘛為什麼進京，以及他的收穫。通過獲得皇帝的支持，獲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教優勢，最後他確實得到了達賴喇嘛的封號，還有皇帝賜的金印金冊。沒錯，你記得很清楚。這裡畫的就是具體的過程，正好可以補充一下。1652年藏曆3月15日，五世達賴喇嘛帶着3000人的隊伍前往北京，場面十分壯觀。清朝朝廷對這次接待非常重視。當隊伍經過青海湖西邊的切吉灘和內蒙古烏蘭察布的岱海時，都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從拉薩到京城，五世達賴喇嘛一行翻山越嶺，走走停停，整整花了9個月才到達。順治皇帝借打獵的名義，特意安排在南苑舊衙門行宮和五世達賴喇嘛會面。這裡緊挨着曾是元明清3代的皇家獵場南海子，當時放養着珍稀的麋鹿，是皇帝們打獵遊玩的地方。五世達賴喇嘛在自傳中詳細記錄了見到順治皇帝的情景。我下馬步行，皇帝由御座起身相迎10步，握住我的手，通過翻譯向我問好。之後，皇帝在齊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在距他僅1橢遠、稍低於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賜茶時，欲令我先飲，我奏稱不敢造次，遂同飲，如此禮遇甚厚。這種看似隨意的安排，其實經過精心設計，既保持了皇家的威嚴，又表達了對地方高僧的尊重。但在涉及國家主權和君臣關係這些根本問題時，清朝廷的態度卻很明確，所以順治皇帝的座位要比達賴喇嘛的高一些。雖然身份有別，但接待的誠意絲毫不減。五世達賴喇嘛在自傳中詳細地記錄了這些細節，體現了他對西藏與祖國關係的認同。
你知道北京的西黃寺吧？知道啊。北京有句老話，东黄寺的殿，西黄寺的塔。但东黄寺已經不在了，現在只有西黃寺。在我的印象裡，西黄寺一直不对外開放。我小的時候啊，就經常隔着牆看裡面的白塔，感覺特別的神秘。西黃寺是順治皇帝專門撥款白銀9萬兩為五世達賴喇嘛建的駐錫地，後來也成了歷世達賴喇嘛和班禪進京的駐錫地。你說的白塔是乾隆皇帝為在西黃寺圓寂的6世班禪建的衣冠塔。300多年來，西黃寺一直沒有對外開放。直到2018年改成博物館，才在周末給公眾打開廟門。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中，能有西黃寺這麼一處靜謐純粹的佛教清淨地，真的很難得。是的。它有如天神的靈院，圍牆環繞着房舍。正中的內室和外室之間沒有間隙。多年後，五世達賴喇嘛在自傳中回憶起京城的這段日子，仍然感慨萬千。他筆下的文字既記錄着對這座行宮的深刻印象，也流露出他對那段經歷的珍惜與懷念。在京城住了將近70天後，五世達賴喇嘛一行從黃寺啟程，踏上了返回西藏拉薩的路。西大殿的壁畫不僅生動地記錄了歷史，還詳細描繪了五世達賴喇嘛的修行、弘法，以及他在西藏政治、宗教和文化領域等方面的活動。這些壁畫就像是通向過去的窗戶，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五世達賴喇嘛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對佛教和西藏人民的深遠影響。我手裡的這個圖是17世紀留下來的布達拉宮洪宮設計圖的複印件，原件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裡。300多年來呀，洪宮上半部分的建築空間大都經歷了改建和擴建，有的改成了佛殿，有的改成了靈塔殿，只有周圍這些殿堂啊，基本保持着原來的功能和樣子。這幾個佛殿，薩季嘉措當年設計的時候，肯定費了不少心思。是的，但是我順着遊客路線走下來，老實說有點暈頭轉向。是吧？沒太搞明白這中間的用意和布局。很正常，這原身在此山中嘛，太沉浸在裡面，有時反倒不好抓到主題。我們換一個角度去看，也許就能明白了。也对，布達拉宮的多數殿堂都是連在一起的。是的，不像內地古建築都是單體獨立，功能清楚。你看，這裡北邊是觀世音本生殿，南邊是主攻蓮花生大師的持明殿，東邊是主攻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殿，西邊是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殿。從觀音的信仰起源啊，到蓮花生大師入藏弘法，再到宗喀巴創立吉魯巴，最後到五世達賴喇嘛與和舍特部聯合建立感典普章地方政權，是不是有點像宗族家譜的詩境化呈現？哦，洪宮的設計者是在用這幾個主題空間構建一個完整的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歷史源流。沒錯，我們按這個順序先到觀世音本身殿吧。來，
西大殿北邊是觀世音本生殿，也叫世襲殿。殿的入口上方掛着清雍正皇帝賜給7世达賴喇嘛的金字牌匾“大悲超宗”，意思是大慈大悲、超凡入圣的宗師。殿内中央供奉着一尊纯金释迦牟尼塑像，用了52.47公斤黄金打造。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大家都尊称他为佛陀。他出生在现在尼泊尔的蓝毗尼。这位王子通过苦修，最終覺悟成佛。他認為每個人都有成佛的潛質，只要覺悟就能超脫輪迴。所以在之後的49年裡，他一直不辭辛勞地傳播佛法。這尊釋迦牟尼像，你覺得眼熟嗎？好像和大昭寺的那尊釋迦牟尼12歲等身像一樣。对，當時就是依據文成公主帶來的那尊像1比1仿製的。右邊是5世達賴喇嘛的塑像，是用純銀做的。把它們並列供奉在一起，是想表達一種傳承關係嗎？可以這麼理解。在藏傳佛教中達賴喇嘛被認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而觀世音菩薩是釋迦牟尼佛的8大隨佛弟子之一。他們的背光也連在了一起。這可能是布達拉宮中最為華麗的了。是的，上面的靈物也雕刻得極其精美。是。在藏傳佛教的佛像背後，經常能看到6種祥瑞動物組成的裝飾，它們統稱為6奴具，也叫背光6靈。最中間的是大鵬鳥，它有着人臉、鳥嘴和牛角，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鳥，人們也叫它金翅鳥。大鵬是中國神話裡最大的一種鳥，由鯤變成的，也是世界各地傳說中體型巨大的神鳥。莊子逍遙遊說：“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9萬里。”咱們兩個詩性大發。李白的這首詩提到的也是這個大鵬鳥吧？對，古人常說的大鵬展翅，鵬程萬里，都是拿它借喻遠大的虔誠和抱負。古印度神話裡有一種巨型神鳥叫格魯拉，佛教傳入中國後受莊子影響，形象逐漸融合在一起了。西藏也有大鵬鳥的傳說嗎？有啊，藏族的創世神話裡說，大鵬鳥開天闢地，藏族的祖先是大鵬鳥的蛋裡生出來的。那時候妖龍巨蛇到處作亂，威脅人類的安全。大鵬鳥以龍蛇為食，降服了這些妖魔。難怪它能成為護法神靈，還佔據了 C 位。是的，這些護法神靈是6度的象徵物，分別象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簡單說呢，就是6種到達彼岸的方法。在5世達賴喇嘛像的東側，還供奉着觀世音菩薩和他的歷代化身像，包括松贊干布、
众頓巴，以及第1到第4世达賴喇嘛的鎏金銅像。這樣的布局不僅體現了藏傳佛教嚴格的傳承體系，也讓我們清楚地看到觀世音菩薩在西藏宗教傳承中的重要地位。這些都是西藏的觀世音唄。對。松贊干布和1世達賴喇嘛中間的這位众頓巴，我對他的了解比較少，他為什麼也被供奉在這裡呢？佛教在松贊干布的時代開始興盛，但隨着啷當王的滅佛運動，進入了很長一段黑暗時期。後來呢，從上路和下路空傳佛法後，古印度高僧阿底夏出現了，他成了西藏佛教復興的其中一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众顿巴就是他的杰出弟子，創立了噶當巴，也被認為是觀世音的化身。再後來呢，格魯派在噶當巴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讓佛教在西藏又煥發了新的生機。這麼說來，這個位置真少不了他，是吧？在釋迦牟尼佛像的西側，還有8尊藥師佛像。藥師佛掌管東方的淨琉璃世界，與掌管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相對應，被認為能幫助人們消災延壽，所以深受信徒們的敬重。殿堂最西邊有一座靈塔，這是1855年11世達賴喇嘛克珠嘉措圓寂後建造的。由於洪宮上層已經沒有地方可以改建擴建了，就把靈塔供奉在了這裡。在觀世音本生殿，你可以追根溯源，了解觀音信仰的深厚歷史和世代傳承的故事。那藏傳佛教是如何發展和傳播的呢？要想深入了解藏傳佛教的起源和初衷，我們得去持明殿看看。好，那我們去持明殿。走。持明殿就在觀世音本生殿的正對面，位於西大殿南側。作為密宗傳承殿，殿內主供一尊2.3米高的蓮花生鎏金銀質塑像，兩側還供奉着他的2位女弟子。蓮花生出生於古印度西部，他精通顯宗和密宗的教義，創立了自己的學派。8世紀中期，吐蕃贊普赤松德贊大力推崇佛教，清除了反對佛教的本教勢力。正是在這個時候，蓮花生被請到西藏傳播佛法。佛教能融入西藏社會，蓮花生大師是其中一個關鍵人物。說的學術一點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調和了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的矛盾，使佛教和本教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佛教與本教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矛盾？最初藏族信奉本教，吐蕃的第1代贊布捏支贊布就是本教徒給抬上王位的。本教和滿族的薩滿教有點像，都崇拜自然力量，相信萬物有靈。所以本教徒認為贊布只是天神兄弟中的老大，並不是至高無上的。松贊干布統一青藏高原後呢，為了鞏固王權，樹立贊布的權威，就開始推佛教。這麼一來呢，
本教和貴族的勢力就弱了，跟佛教的矛盾也激化了，進而演變成王室和貴族的政治鬥爭。是，赤松底贊繼任贊布後呢，除掉了反佛大臣，廢止禁佛禁令，還請來了古印度高僧濟護到西藏傳法。不巧的是呢，濟護來的第1年就遇到了一連串的天災。信本教的臣民都認為啊，是濟護的大乘佛法惹怒了大地鬼神，在巨大的壓力下啊，濟護只能暫時返回。臨走前呢，他給赤松底贊推薦了另一個人，就是蓮花生大師。蓮花生大師有什麼高明之處？並不是說2個人有什麼高下之分，只能說蓮花生的流派更適合吐蕃當時的社會環境。濟護發現了本教基於鬼神崇拜的局限性，所以既然你們相信這些，那我們佛教又不是沒有啊。蓮花生就是當时佛教有名的密宗大師和降魔高手，以神通和咒術聞名。你看蓮花生大師的塑像，他右手拿着個金剛杵，摆出锡刻印，這是密宗的降魔手印；左手托着一隻蘆菂丸，表示大師已經看透了生死，明白了世間萬物的真相。哦，聽起來都覺得好厲害啊！好像跟着大師一起修煉，自己也能變得特別厲害似的。在持明殿主尊的右邊，擺放着蓮花生的8個化身，表現了他擁有的8種神奇能力。根據藏文典籍記載，蓮花生在來西藏的路上，一路降服妖魔，走遍了整個高原。後來，在赤松德贊的主持下，佛教與本教進行了一場大辯論，最終本教落敗，持續多年的佛本之爭終於告一段落。就在這個時候，桑耶寺建成了，成為佛教在西藏傳播和發展的重要標誌。興建桑耶寺是赤松底贊的另外一個崇佛舉措。在這之前呢，吐蕃雖然已引進佛教，修建了佛殿，卻沒有出家人。桑耶寺建成後呢，贊布從貴族子弟中選出7位品學兼優的青年，剃度出家，歷史上稱為7絕世。這讓桑耶寺成為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開啟了西藏佛教歷史的新篇章。蓮花生大師在西藏進一步推廣佛教，應該不光靠那些神奇的法術吧？是的。是不是還有什麼更深層的智慧？確實如此。他收服神靈的行為，實則是一種文化融合，或者說是佛教的本土化改造。他沒有排斥民間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神靈信仰和儀式傳統，反而巧妙地給融進佛教裡了。這樣呢，佛教既保持了自己的思想原則，又能讓藏族覺得親切。這些原始崇拜的納入啊，成為橋樑，讓佛教在西藏進一步發展，還和西藏等地的高僧一起推動了佛教的中國化，形成了一個新的神體體系——護法神，而且數量還不少。哦，難怪西藏的護法神這麼多樣，原來跟蓮花生大師有關啊。對，
這樣一來，佛教在西藏就更加接地氣，更容易被群众接受了。咱们去下一个殿吧。随着藏传佛教的形成，西藏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教派，其中最有名的是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这4大教派。宁玛派是历史最悠久的教派之一，而格鲁派虽然创立的最晚，但却是影响最大的教派之一。这边有酥油，来，供点酥油。愿我们一切顺利。到这儿来一点。到这儿就行吗？对，到吧。西大殿东边的这个菩提道次第殿，主要供奉的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银质塑像。上师殿也供奉了宗喀巴的像，那这个殿的主题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吗？宗喀巴生在今天的青海西宁晃中区，因为那个地方藏语叫宗喀，所以大家尊称他为宗喀巴。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小时候在恰雍寺出家，16岁到西藏深造，拜了很多的名师，经過長期的苦學精修啊，創建了一整套的佛學理論體系。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菩提道次第廣論》和《密宗道次第廣論》，他們是格魯派的主要佛學經典。這個殿以菩提道次第命名，就是為了彰顯宗喀巴這一核心教義的重要地位與深遠影響。菩提道次第具體是什麼意思呢？宗喀巴認為，僧人必須在搞懂全部顯宗理論的基礎上啊，才能修習密宗佛法，而修行密法也要一步一步慢慢來，逐級而上。簡單說呢，就是循序漸進的修佛。之前您也提過，格魯派因為主張僧人應嚴守戒律和按次第修習而得名。是的。所以吸引了很多信徒，很快就發展起來了。在宗喀巴生活的時代啊，西藏佛教各教派相互爭鬥，戒律廢弛，僧人追逐權勢財富。宗喀巴決心進行宗教改革。38歲時啊，他改戴黃色桃形僧帽，表示與其他教派不同，也區別於那些不守戒律的修行者，所以格魯派啊也稱黃帽派或者黃教。在宗喀巴像兩邊的佛龕裡，分別供奉着以彌勒佛為代表的廣行派上師和以文殊菩薩為代表的升觀派祖師。這68尊塑像不僅生動展示了佛法的兩大傳承，也讓每個前來參觀的人都能深刻地感受到宗喀巴在繼承、融合和發展佛法方面做出的巨大貢獻。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扭轉了藏傳佛教發展的衰落局面。在格魯派創立200多年後，西藏歷史上出現了一位重要的宗教首領。五世達賴喇嘛在明末清初，為進一步加強西藏地方與清朝中央的關係啊，保持西藏幾十年的穩定，促進西藏社會文化的發展呢，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呢，西藏僧俗民眾一直十分尊敬他，
尊稱他為阿巴欽波，也就是偉大的武士。可想而知，洪公能建得這麼雄偉，肯定不光是靠桑吉嘉措一個人，而是得到了西藏各界的全力支持。沒錯，西大殿的這些佛殿，尋根問足，追本溯源，為信徒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朝聖之地，而他們圍繞在這裡啊，就是為了襯托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殿，讓整個地方顯得更加莊重神聖。來，五世達賴喇嘛靈塔殿也叫南瞻部洲唯一莊嚴靈塔殿，坐西朝東，位於洪宮西大殿的西側。作為布達拉宮的重建者和甘丹颇章地方政權的創建者之一，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到底是什麼樣子？有什麼特別之處？對於來洪宮參觀的遊客來說，這裡是最核心的秘境之一。1682年，五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圓寂，享年66歲。但直到15年後，隱瞞他去世的消息被公開，他的遺體才被安放在這座靈塔裡。靈塔高12.6米，木質結構，外面包着金皮，用了3721公斤黃金。在布達拉宮的8座靈塔中，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用的黃金最多，質量也最好。塔身上鑲嵌了18000多顆珍貴寶石，包括金剛鑽、羊脂玉、珍珠、瑪瑙、天珠等。最珍貴的是塔門下方第4層塔階中間的那顆明珠，是清順治皇帝賞賜的。這顆珠子是大象腦髓中自然形成的，非常罕見。和布達拉宮其他靈塔一樣，五世達賴喇嘛的靈塔裡，是不是也隨葬了很多的珍貴文物啊？是的，都在塔身中間那個球形的塔坪裡。根據記載啊，有松贊干布的一令一件，文正公主親自仿制的釋迦牟尼佛像1幅，釋迦牟尼的指骨舍利，宗喀巴的牙舍利，還有各種經書等稀世珍寶。可惜都看不到。是的，只能靠想象了。在五世達賴喇嘛靈塔兩邊，還有10世達賴喇嘛和12世達賴喇嘛的2座靈塔。之前我們也說過，一個是因為承重問題，一個因為沒有地方放了，所以才放在這兒的。算是擠進來的吧。原本五世達賴喇嘛靈塔左右各有4座銀製的善士佛塔，為了騰出位置，其中2座被遷移到殿堂南北兩端的東側了。善士巴塔和五世達賴喇嘛靈塔是同時設計建造的，它們是藏傳佛教中一組著名的佛塔，用來紀念佛祖釋迦牟尼的一生。雖然善士巴塔的地位很重要，但在布局上，它們主要是為了襯托靈塔。與靈塔不同的是，這些佛塔裡面供奉的主要是佛像和經書，而不是高僧的遺體。洪宮是為安放五世達賴喇嘛靈塔而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就像是一座室內陵墓，所以祭祀活動是洪宮擔負的一項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
這裡空間這麼小，活動主要是在外面的西大殿吧？对，比如五世达赖喇嘛的继承会舉行祭祀活動。达賴喇嘛在藏曆新年10月25日燃燈節等日子還會專門到五世達賴喇嘛靈塔塔賓佛龕前敬獻哈達。佛龕這麼高，要怎麼靠近呢？早在建設之初店內就專門架設了一座移動式的飛橋來解決這個問題。只要到洪宮6層，就可以借助飛橋近距離朝拜了。看來是我多慮了。和半個世紀前的白宮不同，洪宮完全擺脫了政治使命，成為了一座純粹的宗教殿堂。五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讚中稱讚布達拉宮像地勢天宮一樣美麗，像羅剎王宮一樣威嚴，財富超過了多聞財神，幸福歡樂堪比普陀宮。這首詩正是五世達賴喇嘛建造布達拉宮的核心思想。他希望把布達拉宮打造成觀音菩薩的淨土布達拉，這也是桑傑嘉措設計和建造洪宮時想要實現的目標。桑傑嘉措就是按照10輪坦城的樣式來設計洪宮的。他把洪宮的主體建築西大殿、佛堂寢宮分別代表深坦城、雨坦城、意坦城。西大殿五世達賴喇嘛靈塔殿和其他佛殿的內部顏色也是按照坦城白、黃、紅、綠4種顏色來布置的。雖然洪宮整體建築看似漫不經心、錯落無章，但其實這就是建造出來了一個意象中的主尊世界啊。是的，坛城作為佛教宇宙觀的象徵，裡面描繪的不僅是物質世界的縮影，更是佛教信仰中的精神家園。運用理性的空間智慧，具象化解釋佛教的宇宙觀，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是的。次旺老師，我們的旅程就要結束了嗎？感覺還沒看夠呢。當然沒有，布達拉宮的故事遠遠沒有講完呢。在西藏的廣袤大地上，無數的財富和資源匯聚在一起，毫無保留地投入到這片神聖的土地上。成千上萬技藝高超的工匠，懷着虔誠的心，用靈巧的雙手，讓布達拉宮在雄偉的紅山頂上，像蓮花一樣層層綻放，逐漸成型。當洪宮建成時，它與白宮交相輝映，完美地融為一體。這是西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離開洪宮，也許每個人心中都已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但對於布達拉宮來說，這場跨越時空的旅程並沒有結束，它還在繼續書寫着新的歷史。
行，心靈步履不停，匯聚悲喜的一生。藍天白雲作定，日月星辰燃燈，生命自在流經，存放世間的坦誠，燭火點亮着星空，深情的紅，扎根於山的空，撥動心弦的呼喚，穿越時空，血雨的上空，再起在風中，生之為人的一生，悲喜由衷，永恆的夢閃爍金鼎中，一代一代的信仰隨經筒轉動，虔誠的心走在血雨中，深情向往的地方，布達拉宮，心願同行。